大总统，大总统，孙先生已经被段祺瑞赶走了。什么？大总统，该下决心了。段祺瑞此举明明是挟北洋以令总统嘛。可是罢免一个总理，毕竟不是开玩笑啊。大总统，你不会忘记袁世凯是怎样对待你的？他的徒子徒孙就会善待你了。今天是孙先生，明天就是你呀，大总统。在他们眼里，你至少是半个革命党，从来就不是北洋的人。大总统，如果你罢免段祺瑞，我们国会都会支持你，对不对？对，我们国会都支持你，对，支持，都支持你。来人呐，发布大总统令。我老张是请弟兄们来徐州玩玩啊，可是外边的传言呐，说我是请弟兄们到徐州来开会，胡说嘛！这袁大总统在的时候，只有他老人家可以召集弟兄们来开会。如今袁大总统他不在了，那咱呢？那咱就是平起平坐的弟兄，我有什么会好开呢？啊？只不过咱北洋的弟兄啊，天各一方，经常是想到我老张这头疼啊！好了，我想好了，少轩，别在这儿嚼舌头了，有什么话直说。弟兄们能看得起我老张，我老张这心里头啊，就比吃了蜜还甜呐！啊，哎，大家坐，坐，咱自家兄弟别跟我客气啊！坐。本来呀，我是想让弟兄们接着玩，哎，可这正事儿啊，还真的来了。黎大总统罢免了段总理，这两人都给我老张发来电报。万参谋，你在？怎么说的都？黎大总统和段总理，一个请张大帅去天津，一个请张大帅去北平，调停府院之争啊。听听，弟兄们。你们都听听，你说这我老张我没办法呀，所以趁弟兄们都在徐州，我把大家请来，咱们一块儿商量商量，好不好？文大总统他不在，这还这一来呀，可是啊，说的是有道理啊，大家就说就是这按说呢，这段总理是咱北洋的弟兄，按理说呢，我应该向着他。可这是国家大事啊，这要是拉架，我老张也不能拉偏手啊！行了，我知道你早有主意了，说吧。这主意嘛，我倒是还没有。可要是想处理好这么大的事儿，我一个人玩不转呢，这总得成立个团体吧。过去咱北洋的弟兄都听袁大总统的，可如今他老人家不在了，再要成立个团体的话，我说不好，我说不好。我看呢，这样也好，省得鸡一嘴鸭一嘴的，老闹不成事儿。少轩，你就挑这个头吧。对，你挑头吧，你挑个头吧，你挑个头吧。这不太好吧？这不太好吧？啊，大帅，你挑头吧，我们都听你的。按理说这个事应该由段总理来张罗啊，你就挑这个头吧。可他是个当事人呢，还真不好出这个头。就你来吧，啊！今天到会的呢，共是13省的督军，我提议咱们推选邵轩为咱们的大盟主，今后有什么事情，我们都听盟主的号令。对，盟主的号令。哎呀，这我老张怎么敢当啊？曹锟兄弟，
你先来吧。13省督军徐州会议纪要：13省督军近日集会徐州，公推徐州督军长江巡阅使张勋将军为督军领袖。张大盟主，你怎么解决这件事啊？弟兄们都知道，我老张有个观点，天下皆知，那就是袁大总统在的时候，我就服袁大总统。如今袁大总统他老人家不在了，能让我心服口服的只有一个，那就是当今的皇上。我说，我们还是去找我爹吧。哎呦，小心一点。我看啊，到了上海，还是啊，早晚得去见他们。不行，咱们的婚姻呐，你父母本来就不赞成，还不是早晚得赞成吗？所以要等一等啊。哎，等到他们思想想通之后，我们再见他们。哈哈哈，你看漂亮了吧？擦一擦就好了。哎，这还有一个不亮的。没关系，那个我们到时候再配。来来来，小心点，小心点。你帮我。对。我说呀，目前咱们着急的是弄一个窝，而且呢，我们帮助国会制定出一部好的宪法。我听罗文讲啊，这几天国会正忙着造舆论，要选先生当总统呢。这事儿不重要，关键的是要制定出一部真正切实可行的宪法，来制约那些大大小小的野心家、阴谋家，还有政治冒险家。现在还会有这种人冒天下大不韪吗？袁世凯不就是吗？当然，袁世凯他有北洋军，现在他不在了，可是还有大大小小的一帮军阀。你是孙伯伯，我是一欧。黄一欧。那你有你？我爹，他去世了。方可嘉，42。过来，过来，过来。乖乖，不哭不哭，不哭不哭不哭。把我那个东西拿来。快点！有。安危他日，终须长。甘苦来时，要共尝。本来这个“共”字，是想等到你爸爸来填写，可是他不在了。
还是我来提？拿笔来，拿笔。算了算了，拿笔也没用，笔也没用啊。柯江不在了，不在了。我爸爸生前说，还要跟着先生搞3次革命。他还说了些什么？还说了些什么？他还说，他很想念孙伯伯。这里通知全党，柯江的追悼会，我亲自主持。谁啊？这位先生，您是？你下去吧。里面请。恩师在上，弟子梁启超给老师请安。好了好了，起来吧，起来。我深夜到此，是来办秘密的。卓如啊，我们有好多年没见了吧？弟子有违师命，不敢面见恩师。你呀，日前我60大寿，得意弟子当中，只有你一人未到，我这心里呢，好生失落。是弟子不孝。知道，我知道，你我的观点已经不同了。这次我冒险来找你，你可一定要帮我呀！老师待有吩咐，弟子尽力而为。皇上就要复辟了，这不可能！看，这是张勋给我的信。他跟我说呀，各省的督军们都支持他，这次清使复辟一定能够成功。卓如啊，我这么多年的理想，这一次就会实现了。老师啊，这可是逆历史潮流而动啊！潮流？什么潮流？共和国！你们天天叫嚷共和，可
可又嚷出了什么？一个袁世凯的帝制，一个绝非代表民意的国会，一部如同儿戏的乐法。你再看看那些共和国的官员们，不是卖身投靠，就是骗取民财，这和强盗妓女又有什么区别？这所谓共和国的政治，坏透了，乱透了。共和，假的。老师说得好，所以我们才要再次革命，砸烂这个假共和，再造一个真共和出来。这么说，你肯帮我？请老师原谅弟子。大丈夫立身处世，各有本末。正所谓，道不同，不相与谋。今天，老师就算是打死弟子，弟子也不敢敷衍先生。我要你记住，光绪皇帝才是我们的真主子。子曰：“回也，非助我也。”这句话呀，今日我算是彻底明白了。老师，除非你肯帮我。如果复辟光明正大，你又何必如此遮遮掩掩？如果复辟不合时宜，你又何必逆流而动呢？你好啊，你是我最亲的弟子，这是命，这是命，这是命啊！老师，老师，知权，你怎么还能在这儿躲清闲呢？卓若啊，来，你来的正好，咱们俩来下一盘啊！哎，我不跟你玩。来，你，你这，张勋来到天津了，你知道不知道？到就到了呗。他是来干什么的？你知道不知道？
少轩兄，哎呀，段总理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梁启超先生。来，坐。少轩兄，有劳你了。哎呀，都自家兄弟，你跟我客气什么呀？不知少轩兄如何了断此事？斩草除根，啊！哎，你说这民国乱来乱去的，还不就是共和2个字给闹的？你说是不是？还是少轩兄看得远。你这么说，是同意我的观点啦？少轩兄，什么话呀？无论你做什么，我都支持你。好，有你这句话，我可就放心了啊！哎，段总理，告辞啊，不送。哎，告辞。志全，他张勋说要毁掉共和，你怎么还能支持他？卓如，不支持他，我怎么能成为再造共和的英雄？我怎么能回到北京再去当我的总理啊？卓如，你这个大才子，帮我写一篇反复辟檄文。好。你这是要干什么呀？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。皇上，皇太妃驾到！微臣康有为，恭请皇上圣安。大胆！你看见皇上和太妃，为何不跪？对不住，我老张现在是徐州都督，兼长江巡阅使，乃民国之官，跪不得大清皇上。等皇上给我封个大清的官儿，我自然就要下跪。那康有为，你起来吧。谢皇上。自坐。康师傅，当年德宗皇帝戊戌变法，那时我才16岁。后来听说你受了很多苦，至今不忘雇主，确实难得啊。谢摄政王体恤微臣。哎，摄政王，康先生不忘雇主，那是真的。可我老张不忘雇主，那也不假呀。你刚才不是说你服官民国吗？那又怎么样？我是在民国当官，可我老张这心没有一天不惦记着皇上，不想着太妃。前几年还是太后，隆裕太后死了是吧？我这条辫子就能证明，我老张每天洗澡，看到这猪尾巴，我就好像看到了皇上，看到了太妃。大胆张勋，你竟敢说我大清朝的便饭是猪尾巴？老张失言，老张失言了。来呀，给我拿个凳子。在老张的家乡，是把辫子叫猪尾巴。你老家说猪尾巴，这倒也罢了。可是皇上，他也有变法，那也能说？那不成，那不成，那可不成。皇上的辫子，那不能叫猪尾巴，那叫龙的尾巴。你，皇上，
张勋将军此次觐见皇上，就是为了谈复辟之事。对了，谈正事儿，谈正事儿啊！哎，摄政王爷，我给你写的信，你收到了吧？收到了。那就成了。我这次进京啊，带了5000兵马，他们也都留着这个朱，留着辫子，都忠于皇上，忠于大清。只要皇上一声令下，他奶奶的啊！我那5000雄兵啊，都会效命皇上，实行复辟。谁要是惹皇上不高兴啊，我张勋把他全杀了。我说张勋，这事儿可不能胡来。民国政府对我大清有优惠条件，咱们过得也不错。你这复辟万一要是没闹好，再把民国给咱们的优惠条件给闹没了，这不是偷鸡不成蚀把米吗？太妃，你别看我老张是个武夫，可臣有文圣人出谋划策呀。这既有张飞，又有诸葛亮，文武双全都有了，还有什么闹不成啊？这么说，你就是那个武圣人了。那个文圣人是谁呀？就是他呀。哎，康先生，你该说说。起来说说吧。启奏皇上，微臣以为，此时公行复辟，正其时也。怎么说？民国腐败，百姓无不怀念我大清，正是天下归心之时啊！哼，康师傅太乐观了。袁世凯那么大势力，实行帝制，还闹一个一死了之。我们闹复辟，能比袁世凯强？摄政王爷，这可不可比呀！那袁世凯无序无统，督抚民贼，要行帝制，自然失败。而我皇上乃天下大统皇帝，公行复辟，天命攸归。届时龙旗一举，大事指日可定。还是要慎重，慎重啊！哎，我说摄政王，我老张和康先生为皇上复辟，那是拼了命的忙活呀！哎，到头来你们却推三推四的，啊，这叫我老张怎么说嘛？啊，我怎么说呀？啊！哎，要不这样吧，万参谋长，在。这太妃和摄政王不相信我们复辟成功，你不是编了段戏词吗？给他们说说。我劝太妃休吃惊，细听微臣说分明。臣等今日请复辟，上承天命，下归心。张康二臣非小可，他是文武两圣人，文武两圣来保驾，天下指日可太平。张勋，如果复辟成功，你想要什么官儿？啊，这么多年了，我老张就想像袁大总统那样，当一回直隶总督。这个好办，可军国大事还要有人呢。这朝政的事儿交给文圣人主持就行了。这么多年，康师傅无怨无悔，维护我大清。康有为不仅要封为军机大臣，还要当皇上的师傅。站准啦！微臣叩谢皇上隆恩，康有为万死不辞。您看是这个意思吧？您手艺不错，
这就是您要的样子。咱们试试吧。好的。这个，您这衣服啊，您说像什么样子呀？这又不是官服，又不是便服，你说你，我做了那么多年的裁缝，没见过。你按我说的做就行了。你说这，北京啊，皇上就要登基了，前清的官员要我去给他们做前清的官服。那些官服啊，可真够意思。那真是有门道啊！老先生，你要是累了，您可以坐着歇会儿，喝点水。不累。他们的官服啊，大官他就要前身长后襟短，这小官呢要求呢就前身短呀后襟长。您看您这衣服真是这什么样子？是你做衣服还是我做衣服？当然是您做衣服了。可为啥这袖口上还要装3粒纽扣啊？这3颗扣子非得装。我告诉你，这3颗扣子的意思，它是是非装。您看您这领子，这么穿上，它能舒服吗？那当然舒服。是我出钱做衣服，你要搞明白，对不对？对。您看您上面这个兜吧，这儿也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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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那么多的兜，你要去变魔术啊？是我出钱做衣服，做我的衣服。这个就是的，就是有一点不合体统嘛。罗文、田墨，来，你们过来。庆龄，怎么样？孙先生，什么时候喝你们的喜酒啊？我们俩还没喝你们俩的喜酒呢。我今天就给你们弄酒喝。好啊。孙先生，张勋复辟。罗文，你看我自己设计的衣服怎么样？田墨，你也参谋啊？很新颖嘛，孙先生。孙先生，全体议员都到了上海，就在等您。秀长，你们2个给这个衣服起个名字好吗？孙先生，这件衣服真的是您自己设计的吗？那当然是了。那我看就用您的名字命名好不好？就叫中山装，好吗？很好。孙先生当务之急，中山装，好。老师傅，衣服给你，您得赶紧做，明天我就穿。明天？明天。好。我知道你们很着急，张勋复辟了，国会又开不成了。我知道，我急的不是这个，这些日子我想的很多。我们本来是共和国，可怎么一次又一次的出现了封建主义、专制主义的东西呢？这个问题不解决，专制复辟就是必然的，共和国就永远是一个泡影。共和的观念是平等、自由、博爱嘛？可民国6年来，我们看到的是什么？各级行政官员都视法律为粪土，民众仍被奴役着。民国应该是自由之国，自由是民众天赋的权利。可民国6年来，我们看到的是什么？是只有当权者的自由，权力大的有权力大的自由，
权力小的有权力小的自由，民众没有权利，没有自由。民国应该是博爱之国，人人为我，我为人人。可民国6年来，我们又看到了是什么？是只有民众对当权者恐惧的爱，而当权者对民众只有口头上虚伪的爱。那种真诚真挚的博爱，我们看不到啊。民国更应该是法治之国，可民国6年来，我们看到的是行政权力一次又一次的肆无忌惮的干涉立法。你不听话，我就收买你；你不服从，我就逮捕你，甚至暗杀你。立法者成了行政官员随意蹂躏的妓女。那行政是什么呢？行政应该说是大总统及其一整套文官制度，应该是服务于国民，行共和之政。可民国6年来，我们看到的是什么？是一个打着共和旗帜的家天下。在这个家天下的行政中，我们根本看不到透明的行政程序，更看不到监督之治。那些行政官员是如何花掉民众的血汗钱？民众不知道那些行政官员把多少钱揣进了自己的腰包。你们不知道吧？我也不知道。你们都知道司法是裁判吧？这个裁判的原则是什么？是一部主权在民的共和国宪法。可民国6年来，我们根本没有看到这么一部宪法嘛。就那部不成熟的临时约法，也一次又一次的被强奸。有人说，不是一个人，是有一些人说，共和国它只是一个称号而已。你孙大炮说的这些太虚幻，太遥远，不符合国情。它就像一个气球啊，看着很美丽，可以飞上天呐，砰，破灭了。我想请问你，我们不要共和了吗？难道共和真错了吗？如果我们不要共和，那我们有的就永远是专制。如果我们不要共和，那我们有的就永远是被奴役。如果共和错了，那自由就是错的。如果共和错了，那平等就是错的。如果共和错了，那博爱就是错的吗？我们追求的共和没有错，当然，它还不完善，所以我们要一点一滴的去完善它，哪怕为此要付出代价呢。哦，对了，我今天穿的这身衣服有点古怪，是吧？连裁缝都说是很奇怪的。但是我要说，这是为了完善共和，你们还觉得奇怪是吗？我要说，这就是共和，这就是共和的衣服。这边我设计了3颗扣子，共和的理念就是平等、自由、博爱。这边也有3颗扣子，民族、民权、民生。那宪法呢？
我说的不是三权宪法啊，我发明了个新词，叫五权宪法。这里装的是立法权，这儿装的是行政权，这儿装的是司法权。这三权你们都熟悉，叫间接民权。我情有独钟的是直接民权，要让普通的民众都有直接参政议政的权利。一个是考试权，我们中国古代就有考试的传统，后来把科举废除，当然这对后来大兴新学有好处，可当官就不再考试了，这不好，这就像倒脏水把孩子也倒出去一样啊。民国6年来，在行政上用的是什么人呢？都是他袁世凯北洋的人，至今还如此。所以我们要把考试权还给民众，今后凡行政用人一定要经过考试，不管是谁。还有一个是弹劾权，没地儿装了，不去。装在这儿，弹劾权。为什么要把弹劾权藏在里面呢？因为它是民众的杀手锏，他说不定什么时候就突然杀出来弹劾你，所以你要战战兢兢的当官，老老实实的为民做事。我想这回有人更要说我孙文是个疯子，吃饭穿衣都说共和，你孙大炮还会什么？他说的对，我只知道共和这2个字，我这一辈子就认这2个字，共和。我们有许多志士同仁，为了共和，连生命都献出了。我孙文此生啊，没有别的希望，就一个希望，那就是让共和不仅是一个名词、一句空话或一个形式，要让它成为我们实实在在的生活方式，让它成为我们牢不可破的信念。共和是普天之下民众的选择，是世界的潮流。世界潮流浩浩荡荡，顺之者昌，逆之者亡。我孙文相信，我们这个中华民族啊，它一定会实现共和的。我坚信这一点。